费伦竟然说自己能杀死芙莉莲大人。芙莉莲听到后还满脸欣慰，迫不及待地跟其他人开始拟定作战计划。首先就是要确认复制体究竟有没有心，如果有的话，就可以用精神魔法击破假芙莉莲的精神防御，再由费伦偷袭杀死他。结果那位擅长精神系魔法的女魔法师的队友狼狈地逃了过来，将他们小队遭遇的事情告诉了众人。艾黛尔已经退出迷宫了，这个魔法师手中握有情报，双方就达成了合作关系。大姐姐先为大叔疗了下伤，大叔魔法师告诉他们复制体是没有心的，艾黛尔已经确认过，那只是在精密的模仿心脏的机能。这一下他们刚刚拟定的作战计划就要推翻了。众人迫切的想要知道复制体究竟有没有弱点，没有想到康涅和拉比涅也过来了。康涅笃定的告诉他们，复制体是没有弱点的，因为在操纵复制体的是神话时代的魔物，名为水晶的恶魔。这是康涅从自家大哥那里得知的，他大哥曾经是大陆魔法协会攻略林诺的王墓的先遣队成员。根据先遣队的观测，水晶的恶魔就在那道门的后面，他的本体十分的脆弱，只要能打倒本体，复制体也会跟着全部消失。但关键是那道门被施加了强力封印，如果不突破芙莉莲复制体，根本就无法靠近。还有一点对他们非常不利，那就是水晶的恶魔会制造所有进入迷宫的人的复制体，那些复制体会随着时间逐渐往最深处聚集。上次的先遣队除了康涅大哥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，所以他们必须尽快行动。这时费伦想到了一点，如果复制体会精密的模仿新的机能，那么因行动模式而产生的弱点想必也会跟本人一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倒有办法。费伦让芙莉莲站到墙边，人家刚走过去，他就迅速发起进攻。当然芙莉莲及时展开了防护罩，其他人都一头雾水，只有邓肯恍然大悟，没想到芙莉莲还有这么个致命破绽呢。原来芙莉莲在使用魔法的瞬间会有极短的时间中断魔力探知，这明明是见习魔法使常犯的错误，谁能想到芙莉莲这个大魔法师也有这样的坏习惯呢？芙莉莲表示自己从以前就不擅长这个，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太丢人了，不过仅仅靠这个就想战胜芙莉莲的复制体还是有点天方夜谭了。众人又从这点切入进行了激烈讨论，最终制定好了对策。芙莉莲也久违地感受到了以前和辛梅尔他们一起探索迷宫时的愉悦，那时他们在迷宫里碰到了一头很强大的魔物，而海塔这个僧侣因为宿醉派不上用场，辛梅尔就安排艾冉吸引敌人注意，自己从侧面攻击，芙莉莲则负责掩护射击，最后三人轻松打败了那头魔物。确定好对策之后，芙莉莲和费伦两人走到了门边和众人道别，还安慰他们不用担心，世界上不存在无法攻略的迷宫，他可是历史上攻破最多迷宫的队伍的魔法使然。说完后就带着费伦走了进去，其他人则留在外面负责那些赶往迷宫深处的复制体。这是芙莉莲和芙莉莲之间的战斗，看好了费伦，真正的大魔法使都是这样战斗的。双方起手就是超位魔法，刹那间整个房间都被电闪雷鸣的光芒笼罩，费伦受到冲击飞出去，干脆躲在柱子后面准备伺机偷袭。看着那两个魔力磅礴的人大肆释放各种大规模魔法，战场瞬间又充斥着地狱烈火。果不其然，假芙莉莲的魔力探知也中断了一瞬，费伦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机会，而芙莉莲和假芙莉莲都无暇顾及他的存在，毕竟他最清楚自己的可怕之处了。区区杀人魔法就能杀得了芙莉莲吗？在研究策略的时候，费伦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。芙莉莲解释，那是因为这个魔法的攻击速度最快，而且杀人魔法对精灵来说是比较新的魔法，经历的岁月还无法让芙莉莲靠反射神经下意识防御，这一瞬间的反应时间就是费伦的机会。因为杀人魔法对费伦来说是从出生以来就理所当然存在的东西，是刻在身体里的魔法史基础，不需要思考就能释放出来。再加上费伦那过人的速度，芙莉莲非常笃定地告诉他，如果是他的杀人魔法就杀得死自己。于是费伦真的信了芙莉莲的鬼话，这两人缠斗之时猛地冲了出去。其实芙莉莲曾经单独见过赛利艾一次，那时候他的师傅弗拉梅刚刚去世，芙莉莲过来送遗书。赛利艾听到自己的徒弟死了，并没有表现出难过的感觉，展开遗书看了一下，发现与其说是遗书，不如说是报告书。弗拉梅说皇帝同意举国研究魔法了，这是足以改变历史的举措，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将魔法视为魔物的技术禁止公开进行研究，弗拉梅却一手促成了这条新举措，还负责教育那个叫宫廷魔法师的新设职位。
希望在自己死后，师傅能够接替他的工作。塞利亚却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，尽管那意味着要不了多久，魔法就会普及整个大陆，而任何人类都能使用魔法的时代即将到来，人类也将获得能跟魔王军对抗的力量。芙莉莲倒是觉得这很不错，然而师祖却表示这不是他所希望的。他始终坚持魔法应该是特别的，他也只愿意教有才能的人，还将弗拉梅的遗书粉碎，完全在弗拉梅的意料之中。芙莉莲完成自己的任务，扭头就走，却被师祖邀请陪他散散步，反正他们精灵有大把的时间，毕竟是自己一手教导出来的弟子。要说塞利亚内心毫无波动是不可能的，他还记得弗拉梅最喜欢的魔法是变出花田的魔法，很无聊也很没用，但正是这样的魔法才更能让人感受到魔法的乐趣。弗拉梅和他们不一样，是正儿八经的人类，寿命也是有限的，然而在他有限的生命中就爬到了人类魔法开山始祖的地位。塞利亚已经预见到了，大概只需要1000年，人类的时代就会来临，他们将会被人类超越。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对的，1000年时间一晃而过，而在那之后的10年却是芙莉莲漫长的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10年。塞利亚还笃定地告诉芙莉莲，如果有人能杀了他，那对方不是魔王就是人类的魔法使。芙莉莲听完之后的心情却是欣慰，因为以后就能见识到许多魔法使和各种各样的魔法了呀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芙莉莲故意露出一个破绽，让复制体对他贴脸开大，然后在千钧一发之际侧身躲开，射出去的魔力光炮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瞬间笼罩了四周。芙莉莲趁机拉开距离，当然这对复制体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他直接手搓黑洞，将周围的岩石全都吸引过来，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球体后爆开。芙莉莲一脸冷漠，也如法炮制将岩石聚集在自己身后，当场造了个魔偶出来，两人各种大招不要钱似的往外放。相比起来，外面的战斗也就有些小打小闹了。康涅和拉比涅的复制体已经到来，负责他们的是康涅和大叔魔法师，这都是众人深思熟虑后制定的对策。在大姐姐的测算中，他们已经确认了敌人的位置，决定在复制体集结之前就将他们分散拖住，这样才有胜利的机会。对手就要专挑那种和自己相性不合的，比如康涅和大叔魔法使。在这样的交错战斗中，人类方很轻易就压制住了复制体方，当然前提是赞泽的复制体不出现。于是赞泽的复制体就来了，头发宛如长枪一般，瞬间贯穿了少女的身体。堂堂大魔法师的复制体居然一上来就搞偷袭，大叔魔法师虽然立即撑起岩石屏障，却根本无法阻挡那势如破竹的头发。转眼间两人就注定出局了，他们不得不捏碎瓶子退场。邓肯赶过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，看着对面那恐怖的复制体，明明对方是背对着他的，却依旧有滴水不漏的感觉。邓肯知道自己不是这复制体的对手，正思考该如何拖延时间的时候，尤贝尔和眼镜哥过来了。尤贝尔问邓肯，想要攻略迷宫就必须和那个打吗？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直接表示自己会去解决。虽然他连上次那个白毛和身旁的邓肯都打不过，但对上赞泽的话，他自信自己100%能赢，这就是自信尤贝尔的实力。就让你们看看啊，寻思之力有多么恐怖吧。尤贝尔擅长的是大概什么都能切断的魔法，只要他觉得能切断的东西，什么都能切。反之，他认为切不了的就切不了一点儿。说白了就是拼想象力。管他赞泽的头发上施加了多少层防御魔法，在尤贝尔看来，头发这种东西就是能被切断的。与此同时，赞泽的本体也感知到了自己的复制体对上的是尤贝尔，心中明白胜负应该很快就能见分晓，或者说那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战斗。他想起2年前的2级魔法使选拔试验，当时的考官是1级魔法师布鲁古，明明是个魔法师，偏偏要当套，给自己用魔法做出了一件可以防下任何攻击魔法的外套。而考试的内容就是考生对披上外套的布鲁古释放攻击魔法，只要能逼退他一步就算合格，杀害行为则被视为失去资格。所以谁也没有为布鲁古的安全设想过，大家都觉得能击退他已经很了不得了。然而尤贝尔上来了，众人甚至都没看清怎么回事，布鲁古的身体就被切成了2截。尤贝尔还在那里轻描淡写的感慨，哎呀，没控制好力度。当然他也因为伤害考官的行为给取消了资格。事后被赞泽叫过去谈话，尤贝尔也说明了自己的魔法特性。赞泽也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魔法使大概是天才那一类的人。临走之前，尤贝尔看了一下赞泽的头发，称赞他的头发很漂亮，想必保养很麻烦吧。言外之意不用多说，或许在那个时间点，赞泽就已经输掉了，他根本无法想象出自己打败尤贝尔的情景。果不其然，赞泽复制体的头发被尤贝尔全给剃了，复制体也就此陨落。另外一边，白毛3人组遇到了大姐姐，双方互相交换了情报，并且暂时达成了合作。大姐姐希望他们3人去解决邓肯的复制体，至于费伦的复制体，他一个人来就行，因为已经提前试验过拘束魔法对费伦是管用的。然而意外还是降临了。
了。尤贝尔和眼镜哥居然碰上了他们已经打倒过的自己的复制体，看来只要不打到本体，复制体就会不停的复活，继续下去。外面的战局逐渐陷入了不利境况，里面的也没好到哪去。为了引导复制体露出更大的破绽，芙莉莲需要率先一步露出破绽。两人已经打得难解难分，破坏力也是极强。就在复制体挥着法杖冲上来的时候，芙莉莲举起法杖向费伦示意，早已在空中蓄势待发的费伦立刻射出一炮杀人魔法，紧接着就是无数光炮袭来，一通狂轰乱炸之后，复制体的防护罩被击破，还失去了2条手臂。即便如此，对方依旧站在那里，朝费伦投来了一个不屑的眼神。只是这么一瞪，费伦的身体就无力的飞了出去，他甚至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真不愧是芙莉莲大人，这也就是魔法的高峰啊！然而复制体却忘了还有一个更危险的芙莉莲本体。突然从身后冒出的芙莉莲一炮就将复制体轰得灰飞烟灭，落地后还是那副游刃有余的模样，称赞费伦做的不错，能够迫使自己到那样的程度，应该80年没见了。而水镜恶魔的本体就在门后，做出了那么多厉害复制体的水镜恶魔本体就这样被轻松破坏了，外面的复制体也随之消失。大家顺利来到了迷宫的最深处，赞泽就守在宝物堆旁等着他们。这时邓肯注意到他们最大的功臣似乎不在这里，众人扭头一看，芙莉莲已经被宝箱怪给昏了。原来宝箱怪才是最厉害的魔物。